夫君，奴家初经人事，还望夫君怜惜。维儿，躲在桌子下面。拜见皇上。好你个骁勇大将军，叛国通敌，你对得起先皇吗？冤枉啊，皇上！我将跟随先皇征战四方，历经生死，怎么可能通敌叛国呢？这证据是顾小侯爷亲自在你书房发现。皇上，还请您下令即刻行刑。皇上，够了！看在你这些年劳苦功高的份上，朕可以放过你的家人，对外宣称遭遇刺杀身亡。程将军，想想你的家人。我将成朕谢主隆恩。恭喜皇上除掉心腹大患。得亏你的好弟弟想出来这么个好主意，不然朕还真找不出程朕的错处来。为皇上分忧是臣的职责。我乃天子之师，以顾太傅之名。近日，皇后一道旨，将我许配给平定西北的大功臣平西侯顾廷，也就是杀我至亲的仇人。如今这平西侯府水涨船高，这一切都是踩着我祖父的命得来的。嫁给你，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。放肆！谁让你靠近侯爷的身体？侯爷，刚刚你喝多了，所以才……果然是不少，到底对不起姐姐了。可京城内无人不知，顾廷烨有一个极其宠爱的外室，还生下了数长子。从得知这外室存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派人大肆宣扬我心胸宽广、极为大度的名声。果不其然，这侯夫人之后非我莫属。夫君，别走。侯爷，妾身早就听闻你与芊芊妹妹情投意合，可实在是皇命难违。不过侯爷放心，等再过些时日，妾身愿亲迎芊芊妹妹入府。你真这么想？不过什么？不过，妾身恳请侯爷今夜留宿在此，否则妾身恐怕成为全城的笑柄。那就依你所言。这是妾身今生唯一一次婚礼，请允许妾身替您更衣。夫君，这个不知廉耻的坏女人！月儿，
娘，爹娶了这个坏女人，不要我们了。住口！侯爷，夫人，玉儿她听说府里有了个女主人，生怕侯爷不再疼她，这才哭闹着要找父亲。芊芊，玉儿实在惹人心疼，还请侯爷把芊芊妹妹和玉儿送回去吧。反正我们也早已圆房，想来明日外人也不会有数字。玉儿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您吩咐奴婢的都安排好了。想要让顾廷烨为我所用，前提是让他爱上我，对我产生愧疚感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想要扫平障碍，达成目的，首要的就是除掉陆芊芊。一个生下庶长子的罪臣之女，老侯爷和侯夫人本就不喜，今日大婚之夜竟然敢擅闯洞房，我看你明天怎么守着。昨晚玉儿一直拦着我，我一动她就哭闹不止，所以才……侯爷不必自责，玉儿还小，当然需要父亲的陪伴。这说明侯爷是个好父亲。你不怪我？妾身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侯爷呢？妾身相信，如果以后和侯爷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侯爷也会像对待玉儿一般对待她的。那是当然。采薇，你这般识大体，我定不负你。妾身相信侯爷。侯爷，时辰到了，该敬茶了。走吧。狐狸精，敢跟我抢男人，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！收拾我，先担心你自己吧。父亲请用茶，母亲请用茶。哎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快坐下吧。谢母亲。芊芊妹妹，芊芊妹妹用过早膳了吗？这茶极好的，妹妹要不要试试啊？我叫你赶紧滚吧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夫人，这可是沸水，你没事吧？放肆！玉儿，你这般对待你母亲，是被你小娘教的目无尊长了吗？陆芊芊，你一个外室，竟敢让侯夫人给你奉茶，你真是没大没小！我没有。父亲，母亲，芊芊妹妹比我早侍奉夫君，又生下了玉儿，我敬重她是应该的。芊芊妹妹，昨夜夫君回去有没有和你解释啊？若你二人因我产生隔阂，那就是我的不对了。陆芊芊，昨天大婚之夜，你竟然敢打扰他们俩洞房，你是想反了天不成？来人，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！没有我的命令，终生不得入府。其母必有其子。这个小劣种，终究是上不得台面。玉儿，要是有采薇这样的母亲，我就不信能被教成这副德行。唉，采薇啊，你如今是这侯府的女主人了，这掌家权啊，我就交给你。
你可别让我失望。采薇定不会辜负母亲，只是还有一事，这都是一家人，采薇，单说无妨。父亲、母亲，这月儿逐渐长大了，芊芊妹妹留在外边到底也不合适。不若将妹妹抬为贵妾接入府中，也好让他们母子二人团聚。不行，一个罪臣之女还想当贵妾，做梦！进来可以，只能做个通房。通房？这和丫鬟有什么区别？还请老夫人三思。哼！芊芊，你先入府吧，贵妾的事以后再说。原来在这个时候提我继父的事，都是这个女人故意害我。贱人，抢我娘位置，还欺负我娘！月儿，我要刮刮你的脸，看你以后怎么见人！夫君，一个孩子怎么会如此恶毒？除了这个贱人，还会有谁指使？来人，马上把这个贱人给我赶出去！还有这个小猎种，什么时候学乖了，什么时候再放出来？不可呀，侯爷，这儿还这么小，不能没妈呀！老夫人，斗这才刚刚开始。采薇呀，你刚进门就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是我们顾家对不住你呀。母亲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您这是哪里的话？月儿她还小，有错及时改正就好。我这就差人去给她寻个好先生。我相信月儿长大一定会像夫君一样知书达理，有勇有谋。好，好啊！我们顾家真是娶了个好媳妇。对了，采薇，1个月后皇后设宴，你呀代表我们侯府去吧。儿媳听母亲的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当今皇后是顾廷烨的亲姐姐，当年祖父被杀，她可是主使之一。皇后啊皇后，这次见我该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呢？贱人，皇后可是我的好姐姐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有来无回。夫人，据说那外甥和皇后一起长大，您说他们会不会联手刁难您啊？当然会，可他们一旦出手，就给了我可乘之机。皇后娘娘至今毫无子嗣，我想这应该会是个好机会。玉珠，你将这药方都收。雪神医所研制的药丸果然有效，一次就中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侯爷为陆芊芊的父亲证明了清白，陆芊芊被封为县主，也可以参加宫宴了。这个顾廷烨对陆芊芊还真是情深意重。不过没关系，计划依旧继续。恭喜妹妹家族能沉冤得雪，还被皇上亲封为县主，真是天大的好事。我等姐姐迟迟不来，还以为姐姐不敢参加宫宴了呢。皇后娘娘邀请，岂敢不去？不用你得意，我现在可是县主，比你尊贵多。你要是识相点，
就赶紧把正妻之位给我让出。哦，不就是赐婚吗？皇后娘娘可是我的好姐姐，待会儿我就让她也赐我一道圣旨。程采薇，你等着瞧吧。如此雄心壮志，那我可就等着瞧了。给我倒酒。侯夫人，再倒。你们家的妾可真威风啊！不过是一个县主就能买这么大谱了？她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当然威风。她越威风，就越显示着咱们皇上的威严。你就是皇上新封的县主吧？当今皇上圣命，发现我父亲蒙冤后，不但说他是忠臣，还封我为县主。若是我父亲在世，一定会感恩皇上的。看看，是。再倒。看你弟弟做的好事，为了逼我封赏这个蠢货，连皇家颜面都不顾了。当年的事是皇上误判，没想到他如此嚣张跋扈，无异于是打皇上的脸。我本来还想帮他打压程采薇，没想到他这么蠢。要不是他，刘贵妃也不会分走您协理六宫之权。赶紧开宴，别再让他说蠢话了。是。开宴。今日的宴会就是为咱们女子所办，平日里各位执家辛苦，今日可要好好痛饮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我敬您一杯，感谢皇恩浩荡，还我陆家清白。我虽为县主，但依然有个不情之请。皇后娘娘，当初若不是我父亲蒙冤，今天的侯府夫人就是我，所以也请您赐我一道圣旨。你一个妾，也想要求我伺候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还请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我吧。本宫不记得跟你有什么情和，拖下去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饶了我吧，皇后娘娘！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！侯夫人饶命！侯夫人饶命！皇后，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大礼，你可不要辜负我的心意。无妨。皇后娘娘，妾身衣服湿了，需要去更换一下。不必多礼，快去。两条鱼儿都上钩了。难怪我会如此燥热，这香有催情之香。
小美人儿，别跑啊！你一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只要我除了你，不管皇后娘娘赐不赐我，我都是侯府唯一的女主人。你们可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好好享受。这个狐狸精床上功夫了得，最喜欢的就是勾引男人。芊芊妹妹，你这么做，侯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敢跟我提侯爷？就是因为你，他才对我那么冷淡。不过嘛，今日以后，你就会成为顾廷烨的侄女，而我依旧是他最爱的女人。廷烨，你糊涂啊！为了那个陆芊芊，不惜得罪圣上。你别忘了，我们顾家能有今天，都做了什么？一个将军，心中只有儿女情长，真是可笑。是我不好，还害得姐姐凤璇被刘贵妃分走。只要你能长教训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心中已经有了办法。娘娘，侯爷夫人被贼人掳走了，求求你救救她吧！什么？程采薇，你不是京城最有名的贵女吗？今天我就要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哼，过了今天，我就算是妾，也比你这个没了贞洁的正牌夫人强上100倍。等我儿成了绝，我就是整个侯府最尊贵的女人。陆芊芊，廷烨，侯爷救我！廷烨，你听我解释。皇后娘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皇后娘娘，你这个蠢货，程采薇可是已故太傅之女，一半的朝臣都是她的学生。你在我的宫宴上动手，是嫌我这皇后之位坐得太安稳了吗？皇后娘娘，我不知道。蠢货！刚才她的丫鬟为了找她，惊动了所有人。什么？这不是县主吗？县主采薇呢？采薇，采薇，廷烨，是你吗？你来救我了。采薇，没事吧？廷烨，我宁愿自裁，也不愿意为身于他人，哪怕死，我也只能是你的女人。采薇，我们走。天哪！采薇怎么会被人害成这样？皇后娘娘，你一定要为采薇做主啊！陆芊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娘娘，不是我，是这个狐狸精，她按耐不住寂寞，才跟别人勾搭在一起。采薇宁愿自裁，也不愿委身于人，怎会如你所说一般？芊芊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采薇，陆芊芊，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有这么恶毒？我没有。天爷，我好难受。还有这春药，你是想好了不给采薇留活路？廷烨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呀，廷烨。陆芊芊，你残害同门女眷，恶毒至极，实在是愧对皇上亲封的县主封号。来人，
把这毒妇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不要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皇后娘娘，采薇中了春药的毒，赶紧带去我那儿，让太医诊治。春药，我怎么会舍得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以身试险？一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我来了，小美人儿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乖乖配合我。小美人儿，好舒服了，哥哥喜欢。现在能配合了吗？我配合，我也配合。我祖父可是铁骨铮铮的马上将军，父亲虽为文官，却也一身傲骨，无人能胜。我作为他们的后代，怎会软弱可欺？陆芊芊，你未免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这次我要你有不有翻身？天野，采薇，你怎么样了？天野，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，芊芊妹妹，她也不会。那是她心思歹毒，自作自受。可芊芊妹妹毕竟是你的心爱的女子。采薇，人心难测。我要是知道她当初是那么歹毒的人，或许我也不会喜欢上她。采薇，以后你就是顾家唯一的女主人，以后家中的所有事，你都不必和我商量。天野，谢谢你。我必须是顾家的女主人，因为你很快就要死了。徐太医，快给我这弟媳瞧瞧，春药毒辣，千万别伤了身体。是。有劳了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尊夫人有喜了。有劳太医了。哎，天野，采薇，天野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采薇，你我同月怀子，真是有缘。以后你就是本宫的妹妹，要多进宫陪本宫作伴啊。芊芊，你也……太好了，我回去就告诉父亲和母亲，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我准备的礼物，看来你很满意啊。我已经将你有身孕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很开心。以后无论是在府内外，只要你想去，便畅通无阻。多走走，对我们的孩子也好些。夫君，谢谢你。采薇，我刚刚收到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明日便远赴边关。旨意难违，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。夫君安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府中一切。只是边疆苦寒，妾身去为你收拾几件后衣。得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
顾廷烨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夫人，按照您的转达，皇后娘娘听说是您的邀请，马上就答应来赴宴了。皇后娘娘道，务必要好好准备。皇后娘娘圣安，慢些，慢些。你怀了孕，要多注意身体。廷烨又远赴边关，你可千万不能磕了碰了。谢皇后娘娘关怀。皇后娘娘放心，就算廷烨不在身边，妾身也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。这孩子可绝对不能出事。娘娘许久未曾归家，爹和娘都等着急了。娘娘，快请进。采薇，本宫相信你的为人，有些事情就算摆在本宫面前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你说这锦囊，本宫是看还是不看？你要是不想让本宫看，那本宫就当从未见过这锦囊。妾身谢皇后娘娘体恤，不过娘娘，采薇一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还请娘娘打开这锦囊，看看里面的东西，不要妄断任何一场冤案。好，那就依采薇所言，我们现在就打开看看，这锦囊里到底装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这，皇后娘娘，程采薇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！怎么可能呢？这事的确有蹊跷。说，锦囊是谁给你的？皇后娘娘，此事明显是有人给妾身泼脏水，妾身在此陪皇后娘娘查个水落石出。此事涉及国家机密，不容小觑。传我命令，即刻召陆芊芊前来问审。皇后娘娘，还请您明鉴，妾身真的是冤枉的，是他，就是他诬陷我。休得胡言！宫宴那一夜，你坑害侯夫人已是不争的事实，你休想翻案。实话实说，这个锦囊是哪儿来的？这锦囊就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那日他和野男人私会时，我亲眼看到这锦囊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只不过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没来得及看，没想到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。我若撒谎，这条命你尽管拿去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你的命有什么好？皇后娘娘，这锦囊里的内容根本无法见人，倘若真是我的，我又怎么会带来参加宫宴呢？芊芊妹妹，你想要构陷于我，也该思考的周全些。再者，这字条上的字迹与我根本毫无相似之处，空口无凭。除了你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什么证据吗？程采薇，你好深的心机啊！皇后娘娘，您绝对不要放过程采薇。自从她来到顾家之后，就整日鸡飞狗跳的，她就是敌国的奸细啊！什么奸细？无凭无据，我看全是你在胡说。老夫人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叛国通敌可是大罪，请您三思啊！侯爷、侯府百年基业，不能毁在这一个女人手里啊！母亲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们不能凭主观想象去判断。况且，此事今日必须处理，否则我也保不了顾家。采薇啊，不是母亲不相信你，而是这牵扯实在太大。儿媳，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楚。你就算是为了顾家的周全，也要受点委屈啊！
父亲母亲，儿媳虽是一介女流，但也知道家国社稷的重要。皇后娘娘，姿势体大，您一定要调查清楚。那日除了陆芊芊之外，还有几人想要对妾身图谋不轨，不如将他们一并带来对质。传他们过来。是。程才文，不管你叫谁来，今天你都死到临头了。在皇后娘娘面前还敢撒野，如今我尚未定罪，你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。只要我还在这里一日，我便就是顾府的侯夫人。来人，掌嘴，教教他规矩。是。程采薇，本宫还在这里，谁给你的权利？皇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也太把自己当碟子菜了。皇后娘娘，她摆明着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啊！皇后娘娘，自陆芊芊进府以来，多次颠倒黑白，诬陷臣妾，此事父亲母亲也是知道的。对，采薇说的对。皇后娘娘心怀天下，独具慧眼，我想您肯定早就知道，此事跟我毫无关系。妾身今日站在这里，就是希望娘娘还妾身一个清白，而不是一直听陆芊芊污蔑我。妾身好歹也是皇帝御赐的侯夫人，可她一个妾，每每以下犯上，我都念起她是夫君所爱女子，多有忍让。采薇，你还怀着孩子，不要激动。什么？你怀了孩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爹也明明说过，只会要我们育儿一个孩子。你这个孽主是怎么回事？对，是野种，是你和别的男人厮混造出来的野种！放肆！这是平西府的嫡子嫡孙，岂容你一个外妾在这指手画脚的？哼！娘娘，陆芊芊言语无状，我看不要听她在这风言风语了。皇后娘，你也看到，这陆芊芊平日就是这样嚣张跋扈，妾身就是一再忍让，才让她如此放肆。若不是皇后娘娘您大度，陆芊芊她现在早已皮开肉绽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略施惩戒。你敢当着皇后的面打我？程采薇，你想造反吗？皇后娘娘，妾身不敢，只是那日惩戒她的人是您，可受害者却是妾身。若不是夫君及时赶到，妾身恐怕早已失了清白。那不是还没有吗？没有发生的事儿，凭什么算在我的头上？你住口！要不是因为你，采薇怎么会经历这些？母亲说的是，相对这些，陆芊芊挨的这一巴掌根本微不足道。你少装柔弱，早天你还杀死了一个男人，你装什么可怜啊？你如果还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，就继续说。娘娘，当日的歹徒已带到，带上来。是。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按我说的做，保你们不死。
你们说，这锦囊是不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？当时你们拽着他的衣服，肯定看见过。说出来，可饶你们死罪。这锦囊我没见过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娘娘，他们方才的神情明明是见过这锦囊，可现在又说不知，一定是这个贱人不让他们说实话。小姐，我们当初受你指使，只是为了多赚点钱，可是我们哪敢欺骗皇后娘娘？是啊，小姐，我们就想要点钱，可没想过丢命啊！你撒谎！你明明就是见过！你说呀，你见过！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呀你？够了！娘娘，我真的是清白的，求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陆芊芊，证据确凿，你难道想让我包庇你不成？来人，把这几个犯人押下去。谢皇后娘娘开恩！谢皇后娘娘开恩！谢皇后娘娘开恩！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，还敢算计到本宫头上！来人，把陆芊芊押入大牢，待我和圣上商量后再做处置。娘娘，我没有，都是程采薇那个贱人害我。娘娘，娘娘您饶命啊！娘娘，早就看着陆芊芊是个祸害，果不其然，无媒苟合的女人能是个什么好东西？采薇，委屈你了，就是这个陆芊芊让我们家一团糟啊！饶我，放开我！就是这个小孽种，有现在的造化，都是他娘给他导致的。要不是廷烨在外边，我担忧他，我早就直接把这个小孽种给处理了。妾身谢皇后娘娘还妾身一个清白。既如此，那就……当真？错不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晚房间里除了你，还有一个人。娘娘，您怀疑廷烨？皇后，廷烨可是你亲弟弟呀，你怎能怀疑他呀？廷烨是平定西北的大将军，他造反绝不可能啊！此事已传入皇上耳中，今日如果不调查清楚这锦囊是谁，别说是顾家，就连本宫都难辞其咎。父亲母亲，我们也是知己，你们不能为了廷烨害我呀！我腹中可还怀有龙胎呢。廷烨平定西北3年不曾回家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奸细呢呀？是啊，皇后娘娘，夫君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皇上已经在宫内等着本宫，设计家国，本宫只能六亲不认。皇后啊！这锦囊字迹乃是手写，是不是他？对比便知。来人，去顾廷烨书房把书信字帖取来。是。好一个顾廷烨，好一个本宫的亲弟弟！母亲，顾廷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通敌叛国！你有几个脑袋，敢如此嚣张？娘娘，廷烨这样做，肯定是有人陷害，他怎么会？父亲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包庇的？这是廷烨的字迹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廷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廷烨，你糊涂啊！父亲母亲，我是廷烨的姐姐，可我更是当朝的皇后，你们想要我怎么办？老侯爷、老夫人，
就在刚刚，宫中传出消息说外敌突然入侵，皇上震怒，说要拿顾小侯爷试问呢。边关的消息只有顾廷烨和皇上知道，除了他，还会是谁？廷烨呀，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你姐刚刚怀了龙胎，你这是要灭了整个顾家呀！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皇后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救救你弟弟呀！事到如今，顾家大势已去。父亲，我现在回宫向皇上复命，你们立即写信将廷烨从边关召回，否则顾家就真的完了。完了，母亲，母亲，全完了！当年陷害我祖父的手段用到了自己身上，感受如何啊，顾廷烨？我很期待已经失了圣心的我，这次该如何化解？陛下，查，必须彻查！皇上，北伐在即，您为何突然叫末将回宫？你还有脸问朕？来人，将顾廷烨拿下，即日问斩！夫君，皇上，皇上，廷烨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请您留下他性命啊！是啊，皇上，留他性命啊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你为何要突然拿我？夫君，你就不要再这样。皇上已经知道你通敌卖国之事，皇上这些年如此看重你，你怎么能辜负他的信任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自己看。这是皇上，这字迹虽然与我相同，但末将从来没有写过这纸条，末将实在冤枉。就算有人能模仿出来你的字迹，那北伐的消息呢？这消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末将绝对没有泄露消息，末将实在冤枉。你刚到边关，敌国就举兵来犯，怎么可能是巧合？顾廷烨，皇上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皇上，末将不服，我一定是被人陷害的，还请您明察。顾廷烨通敌叛国，卖国求荣，褫夺爵位，打入大牢，3日后问斩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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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冤枉的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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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冤枉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廷烨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不管你是不是无辜的，都安心的去吧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马上就要行刑了。我想送我夫君最后一程。去吧。廷烨，彩文，你来看我了。
你信不信？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当然知道你是被冤枉。知道？是你，是你！可是为什么？我明明对你不错。风水轮流转啊，顾廷烨。当年你陷害我祖父的时候，可曾想到有今天？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就躲在桌子下，亲眼看到你是如何陷害、杀害他的。安心去吧，芊芊妹妹还在下面等你，下辈子做个好人。哟，夫人，有什么吩咐？大人，麻烦您还让他走得痛快一些。是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！我叫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我是被冤枉的！皇上！接下来该你了。祖父，如今顾廷烨已经被我杀了，接下来就是那个昏庸的皇帝。您去世之后，父亲、母亲接连遭到毒害，相继去世，世上只留我一人。或许你们在天上都已经团聚了吧？祖父，皇帝答应您的没有做到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笔一笔的帮您讨回来。父亲、母亲、祖父，如果在天有灵，就帮帮采薇吧。夫人，皇后派人来传，想要您进宫一趟。如今皇后的召见越来越频繁，可见她有多么重视这个孩子。不过也好，正合我意。眼见我们的月份越来越大，可千万要多多注意才是。是，我们同月怀胎，孩子也是差不多时辰出生。一想到这孩子生下来便没了父亲，我这心就如刀割一般。不如这样，等孩子生下来，若是同为男孩或女孩，就让他们一结金兰；若是一男一女，那就定下娃娃亲，亲上加亲。这样我也好照顾这个孩子，即便他的父亲是罪臣之身，日后也没有人敢轻视他。谢过娘娘。哪里的话？娘娘，妾身听闻近日皇上总去刘贵妃那里，若是这刘贵妃也诞下皇子，那未来岂不是会影响您的皇子地位？你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娘娘，妾身这里有一味药，可以让其他嫔妃无法越狱。您看，本宫身为一国之母，理应为皇上开枝散叶。娘娘，如今顾家已不复以往，若是其他嫔妃诞下皇子，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。程采薇，你是想染指皇嗣之事吗？嫔妾不敢。
只是嫔妾与娘娘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若是您的皇子将来可以继承大统的话，妾身是为了顾家，为了自己，也不愿意看见其他嫔妃踩在您的头上。你说的也是本宫担心的。不知那味药你今天带来了没有？将此药每3日给皇上服下，妾身保证其他嫔妃定无所出。程采薇，你这是帮了本宫好大一个忙啊！妾身不敢居功，一切都是为了顾家。只要本宫在一日，我们顾家就永远是你的靠山。靠山有什么用？我靠的从来都是自己。等孩子出生之时，便是你的赎罪之日。娘娘，皇上的药煮好了。是。等等，程采薇，夫人，皇后娘娘带人气势汹汹的来了。就按照我之前吩咐的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妾身，程采薇，你好心机啊！娘娘，妾身不知所犯何事，让您如此大怒。不知？你敢说不知给我的药里有毒吗？毒？若不是本宫给皇上织物都要经过太医之手，本宫倒是不知你有毒害皇上的心思。娘娘。妾身怎么敢毒害皇上啊！你当本宫是傻子不成？程采薇，你敢毒害皇上，想毒害本宫，本宫留不得你了。来人，把程采薇软禁起来，直至生产，待孩子出生后赐死。娘娘，妾身不敢。妾身的药乃特殊制成，绝对不可能有毒。请娘娘再给妾身一个机会。你还敢狡辩？这银针有毒已是显而易见。娘娘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妾身也不清楚，但妾身绝对没有半点下毒的心思啊。还有一件事，本宫一直很好奇。平夜虽然野心勃勃，但有些事他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如若说有人要害他，除了你和陆芊芊，本宫想不到别人。说，这锦囊之事是不是你做的？娘娘，庭叶是妾身的夫君，是我的天啊！我怎么会害他呢？本宫知道你为何要害他，本宫只知道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任了。娘娘，妾身发誓，绝对没有半点要害您的意思。这药乃妾身所学神医特制，为何有毒，妾身根本毫不知情。哼，这么说，你还很无辜呢。娘娘，这位神医特立独行，行事乖张，但这位神医的医术却十分了得，名声在外。或许只有他才能解释清楚。
好，那本宫就给你一次机会，把那个神医叫回来对质，否则我就以谋害圣上为由，让你下去跟廷烨作伴。带下去。程采薇，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，看来你口中的神医是不会来了。娘娘，神医救人无数，此刻或许被别处耽误了。你机会本宫已经给过了，可惜你不珍惜。来人，把程采薇拖下去。是。娘娘，您再等等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且慢。奴婢把许神医带来了，您没事吧？草民叩见皇后娘娘。竟然是许神医，这些年我派人寻他踪迹，毫无音讯，没想到今日竟然得见了。许神医，真的是您？啊，草民担不起神医这个名号，不过顾夫人的药方确实是草民所开。这么看来，娘娘也认识许神医。许神医医术高明，大夏无人不识，无人不晓。只是不知采薇，你又是如何跟许神医认识的？娘娘，其实许神医乃是妾身的棋友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采薇你也真是的，你早说这药方是许神医所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此药药性特殊，顾夫人怕是给我添麻烦，故而言语当中有所保留，所以还请娘娘有所体谅。原来如此，只是不知为何这药丸用银针试验之后是有毒呢？丫头啊，你这步棋走的可是真险呐！皇帝暴虐无道，交谈野生，这是唯一可以扳倒他的法子。我从岭南一路走来，可谓是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啊！丫头啊，你这个忙啊，我帮定你了。采薇替天下人谢过许神医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这皇后生性多疑，我们必须先制造一点小误会，方能取得皇后信任。丫头，你听我跟你细细说来。凡是药方必有药引。顾夫人，之前我给您的小瓷瓶，您可曾给了娘娘？许神医所说的，可是这个？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也怨我家小药童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。此药是给圣上所用，既要保证药效，更要保证不能伤了圣上龙体。神医所言甚是。这下就没有毒了，还请皇后娘娘再试一次。原来如此，我说许神医怎么会给我一个小瓷瓶呢？啊，顾夫人，对不住了，我家小童太顽劣，
没有把事情跟您交代清楚。回去之后，我会严加灌输。裁尉，是本宫错怪你了。只要能帮到娘娘，这些不算什么的。裁尉，有你是本宫的福气，就怕这福气给你，你受不起。如此一来，我就能借你的手铲除那昏君。听说神医能通过把脉看出所怀是男是女，不知神医可否将本宫略瞧一二呢？这……神医放心，不管本宫所怀是男是女，神医都是本宫的贵人。禀娘娘，此事乃宫中密事，草民恐怕不能沾染。神医，此胎对娘娘极为重要，还是劳烦您帮娘娘看一看吧，顺便可否也帮我看一看？好吧。难道本宫所怀的竟然是个女孩吗？神医，本宫所怀到底是男是女？请娘娘稍安勿躁，片刻后草民自会恢复。有了。神医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赶快揭晓答案吧。草民素有医德，无法告知二位所怀胎儿的具体性别。不过，可以告诉二位的是，二位所怀的是一男一女。若本宫所怀真是女儿，等你的儿子出生，便是我的龙子。娘娘，这些药乃是我亲手所做，如若使用得当，便不会发现端倪。切记3日一次，需与药引一同使用。多谢神医。不敢，还望娘娘一切顺利。草民这就告退。娘娘，妾身去送送许神医。小丫头啊，别看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可事情早晚会有被发现的那天。万一皇后娘娘有所察觉，便万劫不复啊！从程家和谢家惨遭屠戮之日起，我这条命便不再属于自己。程谢两家乃忠贞之士，他们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的。当年我遭人暗算，是你爷爷救了我，才有我现在。现在我一把老骨头了，是该为他做点事情了。小丫头，你自己多保重。祖父，您再等一等，我马上就可以为您报仇雪恨。你要为谁报仇雪恨呢？皇后娘娘，还请皇后娘娘允许妾身诚恳地向您道歉。道歉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娘娘，妾身的父母在9年前遇山匪残害，可妾身直觉认为此事并不简单。刚刚与娘娘相谈甚欢，
便不免抱有一丝幻想。妾身想请娘娘彻查父母死因。你放心，你帮了本宫大忙，本宫一定帮你彻查真相。谢皇后娘娘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重身体，照顾好庭叶的亲骨肉。你怀孕不宜思虑过重，待你生产过后，本宫便开始着手调查。那此事便有劳娘娘了。在此之前，妾身一定会照顾好孩子。宋夫人回侯府。是。告退。蠢货，还想借我的手彻查，殊不知你的父母就是死在我手里的。我乃当朝太傅，为官13载，从未做过恶事，为何你们要赶尽杀绝？就因为你是太傅。皇后，没错，是我，程大人。你的学生太多，说的话太有分量，皇上已经对你不满。可我从未伤害过陛下。现在没有，以后呢？大半个兵部都是你的下属，太危险了。我们不过是防患于未然罢了。所以，父亲不是被刺客所杀，而是你们。没错，我一提到你们，他不就乖乖投降了？你们不是人！陈家先祖与先皇共创天下，若不是我们先祖让出江山，岂容你们放肆？君子宁死，妻节不舍。动手吧！将死之人，又有何惧？动手！这程家还真是让我费心。不过眼下就只剩一个孤女，再无威胁。如今我也快临盆了，想来皇后也早已等不及了。希望接下来顺利。夫人，皇后派人来传，怕您生产时出现意外，特邀您去宫里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明珠，你去收拾一下，我们走。是。这几天感觉如何？可要发动了？还没有感觉，不过许神医说，或许就在这几日了。许神医所言绝对错不了。哦，对了，许神医有没有告诉你肚子里究竟是男是女啊？未曾说过，不过这是男是女，妾身都喜欢。当初神医说我们怀的正是一男一女，等孩子出生，我就让皇上为2个孩子赐婚。秋月，这是我特意让人熬制的燕窝粥，你快喝了，补补身子。谢皇后娘娘。夫人，你醒了。我的肚子
您忘了，就在刚刚，您和皇后同时发动，您承受不住晕了过去。好像不太记得了。这就是我的孩子吗？恭喜夫人喜得千金。夫人，您看看，看和您长得多像。请问，皇后娘娘生的是个皇子吗？正是。许神医说的果然没错，恭喜皇后娘娘喜得皇子。夫人，您先休息，我去给您打盆热水来。有了。楚库，连自己的儿子被换走了都不知道。孩子，你先委屈一段时间，很快娘就会把你接到身边。见过皇后娘娘，一切如我们所愿了。有你在，当然一切顺利。娘娘，如今您生下皇子，圣上可有说些什么吗？圣上为这孩子来本宫这2次了，他很喜欢这孩子，要将他立为太子呢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什么等到这天？妾身的意思是，若是小皇子被立为太子的话，娘娘就能帮妾身查清真相了。傻瓜，真相是永远查不出来的，因为凶手就是我，就连你的儿子也被我夺走了。皇上驾到！见过皇上。免礼，免礼。这2个孩子同时出生，真是有缘呐。是啊，我刚刚还跟采薇说，不如就让这2个孩子结为亲家，让这份缘分延续下去呢。定亲的事儿啊，长大再说。眼下有一件事儿，却是现在能办的。圣上旨意，皇后温良贤淑，其子已继承大统，封为太子。皇上万岁！臣妾替皇儿谢过皇上。朕感念皇后这些年为朕所做的一切，这都是皇后应得的。为了皇上，臣妾愿意做任何事情。皇帝皇后，你们尽管护诉衷肠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。朕来之前已经将此事昭告天下，太后得知也十分高兴。皇后，你以后要好好培养皇儿。臣妾定不负皇上所托。娘娘，那药还有吗？有倒是有，怎么了？现如今太子还小，万不能停药。不若等太子再大些，再决此药。还得是你考虑的周全。皇上，娘娘，父亲母亲还在家中等待，采薇就先告退了。替朕给老侯爷和侯夫人道一声贺喜。谢过皇上，那妾身就先告退了。皇上，该喝今天的养生汤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
皇上，皇上，眼熟吗，狗皇帝？这虎符可是你亲自递交给我祖父的，还记得吗？程将军，你戎马一生，战功赫赫，朕封你为骁勇大将军，赐虎符，以及你平四海，护国安。程将军，你可是本朝第一个受此殊荣的人，谢主隆恩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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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来人呐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谁敢封锁宫门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！快！皇上，皇上！封锁宫门，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。这一切的悲剧和痛苦的来源，都该落幕了。小丫头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狗皇帝已死，我们的目的达成了。那个药丸呐，长期服用会在体内形成淤堵，一旦有银针顶破，引起毒发，必死无疑。祖父、爹、娘，害你们的3个主谋，我已经除掉了2个。如今我的孩儿也已经当上了太子，采薇尽孝了，给程家留后了。当年祖父和先皇联手打下这大好河山，几10年过去，先皇子孙软弱无能，这龙椅也该换我们程家人坐一坐。祖父，你终于能瞑目了。虽还有一人，不过也快了。启禀太后娘娘，皇上服用的养生汤里有毒。怎么可能？再去详查，当年我儿排除异己，立你为后，你为何要杀害他呀？臣妾没有啊，这养生汤平儿也给皇上喝过很多次，都相安无事。今日皇上暴毙，定是另有死因呢。还敢狡辩？那汤里的毒，你当如何解释？臣妾不知啊。满嘴谎言，给我张嘴！好，我让你害人，我让你害人，让你害人，让你害人，让你害人！我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把实话说出来。启禀太后，经查验，皇上体内确有毒，可以肯定皇上的死因是毒发。怎么会这样？儿啊，我的儿啊！早就劝你不让你娶这个毒妇，你就是不听啊！你这个毒妇！我要让你为我儿陪葬！母后，臣妾冤枉了母后。程采薇，对，是程采薇给了臣妾药方，一定是他加害皇上。程采薇？对，就是他。母后，求你召见他过来，是真是假，
你忘点知。把程采薇带过来。妾身见过。贱人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敢害我！皇后娘娘，妾身何时害您了？别动枪，要死你！放肆！妾身拜见太后娘娘。程采薇，养生汤的药方可是你给皇后的。是。你一介妇人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谋害皇上！太后娘娘冤枉，妾身没有。妾身给皇后娘娘的就是普通药方，况且事发之时，妾身早已离宫，如何毒害皇上？望太后明察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皇上就是因为吃了你的药方而毒发身亡，你难辞其咎。妾身从始至终都没有碰过那个养生汤，若不是皇后娘娘的话，会不会是当时接触过养生汤之人呢？太后娘娘，真的不是奴婢啊，这养生汤就是按照药方所配，之前几个月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，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几个月，一个不知来历的药方，让皇上喝了好几个月。皇后，你果然没安好心。秋月，哀家面前还敢耍威风！秋月，如实招来。这养生汤，皇上已经服用了5个月了，每隔3日，皇后娘娘都会让皇上服用一次，其余的奴婢也不知道了。寻常养生汤都是日日服用，至多1个月就有所改善。我儿没有顾及，为何能服用5个月之久？你实话实说，这个汤到底是何功效？回太后娘娘，这药汤的功效，还是让妾身来告诉你。说，我要听到实话。这养生汤其实就是避子汤。什么？是皇后娘娘得知妾身有此药方，便威逼利诱让妾身交出药方，为的就是防止其他嫔妃怀上龙嗣啊！娘娘，程采薇，太后面前你岂敢胡说？母后，千万不要听信了这个贱人的话呀！他胡说的。我没有啊，太后娘娘。难怪这几个月后宫除了你迟迟没有动静，原来都是因为你。一国之母，心胸竟然如此狭隘。来人，赐皇后绞刑，与我儿一同上路。母后，臣妾千错万错，都是不该轻信了那个贱人的话。但皇上的毒真的不是臣妾下的呀！不仅是这毒，仅凭你断了这皇家的香火，让你死100次也不够。来人，行刑！母后，太后娘娘饶命！太后娘娘饶命！祖父害死你的最后一个真凶，终于被我除掉。至于你，也难逃关系。一起行刑吧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逼迫，妾身不敢不给。若太后娘娘想要因此让妾身一起死，妾身不敢不从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妾身想求一个活命的机会，想要将功赎罪。放肆！皇上已死，拿什么给你将功赎罪？难不成你还能让皇上活过来不成？妾身虽没有生死人肉白骨的能力，但妾身与皇后娘娘同时生产，愿为小皇子的奶娘，精心照料小皇子。这太后娘娘，这程采薇所言不无道理。小皇子刚出生，确实需要可信之人的照料。可信之人？他？您忘了，
这程采薇之父，那可是先太傅程清风啊！皇帝的老师，程清风。是啊，那可是哀家亲自挑选的。求太后娘娘给妾身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唉，罢了罢了，看在你父亲的面上，我允许你的请求。谢太后娘娘，谢太后娘娘。孩子，娘终于能跟你在一起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是皇后的问斩之日，谁能想到当朝皇后的下场竟然这么凄惨？是啊。是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还有脸问？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把我嫁入平西侯府，所以这个局我早早的布下。宫宴那天，陆芊芊的设计我一眼便识破，但我却选择将计就计。我也知道顾廷烨要离京，趁他不在，我便用那小小锦囊让他永无翻身之地。至于你，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警觉得多。我一直知道小皇子是我的儿子，皇上服用的养生汤也确实有毒。知道我为什么布下这么大的一个局吗？因为10年前你们残忍杀害我祖父的那天，我就在床下。是你看见了？我祖父忠贞为民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谋权篡位。可你们呢？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，将这样的爱国之士残忍杀害，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那都是你们应得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害了我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就凭你也想杀我？我还没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，我的儿子怎么会当上太子呢？我恨呐！程采薇，我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如今活着我都不怕，做了鬼我又如何怕你？现在我儿子才是太子，这天下终究要重新姓程。程采薇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程采薇！我和皇后娘娘说完话了，快行刑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是。一切尘埃落定，祖父、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的仇，我帮你们报了。遵太后临终懿旨，
今太子殿下聪慧无双，心怀天下，夺其亲政，奉为新皇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乳母，他们都说你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的小妹妹，未来是我的皇后娘娘，这是真的吗？皇上不必当真，等你长大了，自然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子，到时候再立皇后也不迟啊。孩儿，你这一生注定是幸福的。